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CGPB， 我是强哥。又到了讲段子的时候了。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新版的小马过河。我们把这个原来小学语文读课文的这种语气拿出来哈。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儿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妈妈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你把这半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听了，连忙摇头说：“哎，揪都妈的！刚才正文说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并没有介绍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很愿意帮我妈过事儿，但是你系边个呀？没教到你是我妈呀，你也可以说我爸呀，你也可以说我的室友。”在看了妈妈出事的证明妈妈就是妈妈的证明，以及挨了妈妈一顿暴揍之后，小马驮起了口袋，飞快地往磨坊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地流着。小马为难了，心想：我能不能过去呢？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该怎么办，那多好啊！可是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正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跑过去问道：“牛伯伯，请您告诉我，这条河我能趟过去吗？”老牛说：“水很浅，刚没过小腿，能趟过去。”小马听了，连忙摇头说：“哎，就都妈的！我只是问你我能不能趟过去，我没问你水有多深。刚没小腿，是我小腿是你小腿？如果是我小腿，我都没站在河里，你又怎么知道河水能够没过我小腿？如果是你小腿，那跟我能不能趟过去有半毛钱关系？”在挨了老牛一顿暴揍之后，小马准备过河了。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别过河，别过河，水很深，你会淹死的。昨天我的一个伙伴就是掉在这条河里淹死的。”小马听了，连忙摇头说：“哎，就都买。我只是在问老牛我能不能趟过去，正文里边并没有交代我不会游泳啊。那水浅我就趟过去，水深我游过去不就完了吗？你朋友不会游泳，不等于我不会游泳啊。”说完，小马信心十足地往河中走过去。之所以信心十足，因为他知道老马敢揍他，老牛敢揍他，就算松鼠也敢揍他，这个松鼠他也揍不动他。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刚刚没过了小马的后背，还好小马会游泳，就朝着岸边游了过去。游啊游啊，背上驮的麦子让水给泡敷弄了，半袋就变成了一袋，小马出不住力，被压到河底淹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负重游泳很危险。好，讲故事啊！姐，我们经常带着自己的惯性思维和别人交流，刚刚听到几个词就猜测对方的意思，还没等对方说完就急于给予答案，过分放大自己在意的内容，自己脑补剩下的部分。在刚才我们的故事里，听到老马和小马就认为是母子关系，听到渡河就讨论水深水浅，这些都是惯性思维。连小马这么一个思路清晰的角色都被这样的惯性思维给带跑了，忽略了背上的麦子和河水的关系，最终酿成大祸。惯性思维往往是导致生活、学习
以及工作低效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够帮助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意识到惯性思维的危害，提高交流和沟通的效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哦。谢谢今天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小马，你学会这个道理了吗？就是我的有啊，哎呀有啊，来个马刨式。小马，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过河呢？转世变只青蛙吧。OK，那下次再见。